大家好，危机电台频道，欢迎您我的油管过3万粉丝，记得点赞关注，因为我会教你怎样在油管上达到3万粉丝的这个3个大方法。第一个就是采用 Shorts 的流量红利，因为现在各大平台都在抢短视频的流量所以 YouTube 自己也不例外，它现在主推60秒格式的视频，将来推3分钟格式的视频。就像我在过去的30多天里面，每天平均更新多个短视频，一开始可能流量不怎样，但你持续输出之后，平台不但会给你更多的流量粉丝，也会开始知道你想要分享的东西和你垂直的内容，这个对你的整个账号是非常大的帮助。第二个就是前5秒的钩子，不管你在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每个人滑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视的指标，就是多少人会滑走。当平台推流量给你的时候，你要想用这5秒去留住你的粉丝，让他继续把你的内容给看完，从而达到更高的完播率。第三就是双倍下注多流量的内容，一开始你可能需要做很多的实验，但是一旦你看到哪一个内容表现得特别杰出的时候，千万要咬着不放，继续的把这个内容垂直化的做，你肯定可以看得到你的粉丝转化率会越来越高。危机电台频道介绍油管短视频，都知道油管上面长视频可以有播放收益，油管的短视频 YouTube Shorts 在2年前开放了这个收益，那它能赚多少钱？你想知道吗？首先呢，短视频的这个视频收益和长视频要达到的这个 App 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长视频那是要达到1000粉丝4000小时播放量，那么短视频大家想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你能被刷到的几率比较大，所以呢它的这个要求就会稍微高一点，这需要你在90天内达到1000万次的播放量，而且积累1000个粉丝。当然呢，因为短视频更容易爆，所以其实这个标准呢也是在油管衡量之下发现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收益标准。但是一条100万播放量的短视频大概的收益率是多少呢？我有在上面试验一下一条200万播放的视频呢，拿到的大概就是$100。看这个收益比率呢，它这个 RPM 甚至达不到长视频的1%。但是呢，要想想我们长视频、短视频并进的话呢，还是可以积累粉丝。你在短视频爆的同时，是不影响你长视频同时收益的。所以我们聪明的同学，我觉得一定可以结合好长短视频，把油管做起来。危机电台频道介绍油管流量变现，油管上面上亿的这个粉丝的博主，他收入是怎么样的呢？那可能就说你想象一下，你是游玩上面超级巨星粉丝数量人口一样了，而且不是一个小国。我给大家说一个频道，它叫 Cocoman， 这个频道呢提供的是儿童音乐和动画，非常受全球的这个年幼观众和他们的父母喜爱。现在我们来聊一下这样一个频道一年能赚多少钱。首先呢，就是广告收入，油管上的广告就像你在说什么，就是每次有人观看你的视频就有广告播放，这就是你的收入来源，自己是不需要去拍的，有播放量就有这个广告收入。但是每个广告可能给你带来的收入是千差万别的，有可能你的1000次播放量只值几分钱，但是有可能你的1000次播放量值10几美元，主要就是取决于你观众的质量吧，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在哪里等等。接下来呢，就是品牌合作。想象一下，大的品牌找到你，希望你在视频里提一下他们的产品就比如说 Cocomelon， 它会有一些母婴用品食品什么的，乱七八糟都有，希望你就提下他们产品。这些合作通常价值不菲，尤其是对于这样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大明星来说，自己的周边产品，比如说 T 恤帽子手机壳之类的，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赚钱的方式。你可以开发一些自己的周边线上产品，贴牌都行这就是作为一个上亿博主赚钱路子，其实有很多的。那么说到底，你可能还是好奇一天到底赚多少钱。说实话，这个要记住，这全部取决于你最早选择的赛道，你和你的粉丝，还有你和品牌的合作情况等等。所以每个博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拥有1亿粉丝的这个油管博主，可以来说你就是一个赚钱机器了但是别忘了，这后面其实是要付出一些努力，是要去打破一些认知的壁垒的，毕竟就是没有人无缘无故可以成为超级赚钱机器，对吧？黑松雨山让跨境更简单，跨界网络10年有些事我不说你不懂。最近有粉丝朋友私信问我说，他说油管很久了，但播放量呢一直上不去，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在这里？我只用一句话来说明，这是我们老家一句话，叫拉布出来10月毛自媒体就是干什么内容为王。咱们很多朋友在运营账号时，总是在直白的广告不加
任何数字直接发布出去了，这种视频你在国内都没人看，更别说国外了。危基电台频道介绍油管电商领域，油管再是跨境电商领域中变现能力最强的一个平台，相比起传统的 FB 谷歌那区别是真的很大，它上面的粉丝购买力都非常强，对于高客单的产品都基本能接受。接下来我就告诉你们如何在 YouTube 上卖货。首先你需要先注册一个 YouTube 账号，然后制作你产品相关的那个素材，可以是种草，可以是开箱，最好是趣味性较高的，这样可以很快的涨粉，你的曝光也就更大。然后把你的商品上架到独立站内，把链接挂在 YouTube 账号简介，引导用户购买，这样一个完整的电路就闭完了。那么可能一个账号一天就只能出几单，想要放量只能取证，这个时候可以用零点桌面这个工具，它可以为你在海外部署物理电脑，自带住宅网络，用这个工具就可以实现账号隔离批量取证运营了，自然订单也会翻倍。危基电台频道介绍油管音乐版权基础实操课纳。对于油管音乐版权项目，相信大家已经有一定的百家号，还有抖音的中视频计划以及公众号类似呢，就是靠内容的播放量获取平台的一个流量分成。只是说类似的项目油管目前是全球最适合做的，因为分成的比例高达平台广告的 55%， 那赚的是美金。那比如说我们这些账号开通大概1个月左右的 App 权限的账号，那平均下来的话，这些账号的话每个月的收益大概在1500到2000美金一个账号，那还有一些老的账号高达2到3万的美金一个月。那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李子柒的账号，它已经4年没有更新了，现在每1个月的广告分成的收益大概在2000美金左右，切记不要快进，大家去安安心心的去好好经营一个精品账号出来。它的天花板非常高，有的时候一个账号能养活一个公司的，他们专业做油管的，真的一个公司可能20-30个人，这20-30个人就只做一个账号，就你们不要去靠希望在油管去堆粮，没有用，油管不没有用的，做油管就好好的打造精品，国内是动不动就搞个矩阵，动不动搞个矩阵，油管不好使，就是你的内部好，它就有流量，你内部不好，你用1000个账号去发没有用。因为油管你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看啊，为什么在国内他们有很多平台他们去做举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国内的流量是千人千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抖音吧，你的内容在垃圾它也有个基础播放量，是不是就有个3到500的基础播放量，你就在垃圾它也有3到500基础播放量，谁说有人他就会去做矩阵，就我内容可能不行，但是我只要发上去，我归它至少有个300到500的一个曝光，那我10个的话，那是不是就3000到5000了，对吧？100个的话，是不是就3万到5万了？就这么去跑它的流量。但是油管你会发现，如果你的内容不行的情况下，我跟你讲，播放量0就0，但是你也不要认为这个0是给你限流了，没有，不是限流，因为油管没有所谓的基础活化量这一说，就是你行你就有流量，你不行它就是0。要是在国内，你在抖音，你要是发个视频，你发现播放量是0，那肯定是限流了，因为抖音有基础播放量，它有基础播放量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啊，你在发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发个10张视频、8张视频，你会发现啊，播放量就010，就觉得是不是限流了？不是限流了。油管没有那么容易限流的，它不像国内咱们这个平台，你说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它油管它没有什么东西油管你不要涉及宗教、政治、战争啊、暴力、血腥、色情，不要涉及这个就没事，其他的你随便说。油管说什么英语最好不是的啊，我做的就是华语的呀，我就是说的中国话，你知道为什么我做华语也行吗？油管可以自动生成字幕，而且油管的字幕它可以翻译成任何国家的语言，它带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去看一些国外的博主，他们讲的是英文，我想看的话，它可以把字幕翻译成中文，翻译成世界任何语言都可以。就如果你做的内容很好，老外也想看你，不要担心他看不懂，他能看懂油管是最功能。包括你们如果看国外一些博主看做的比较好的那种，当然这也是我一个油管的教学视频，如果你有兴趣，记得点赞留言，有问题的也千万不要忘了在留言区问。